美日周五举行外长和防长的2+2会谈，双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再次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并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表示所谓关切，还提及新疆和台海相关问题。此外，继日澳前一天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之后，美日又签署了防卫协定，声称抗衡中国和朝鲜等推进开发的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型武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五表示，美日澳嘴上说自由、开放、包容，实际上却在拉帮结伙，搞针对他国的小圈子，炫耀武力，进行军事恫吓，这同地区和平发展的潮流完全背道而驰，也与他们自己声称的反对威胁压迫自相矛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日本外相林芳正、防卫大臣岸信夫周五透过视频方式召开美日2+2会谈。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污蔑中国持续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妄称中国的行为为区域与全球带来政治、经济、军事挑战。声明强调，美日双方决心合作努力对此进行遏制，并在必要时作出回应。声明还对中国在钓鱼岛、台海、南海、新疆与香港采取的行动表示所谓关切，同时又假惺惺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岸问题。声明称，双方对美日同盟有共同决心，将致力密切合作，以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视频会议结束后，双方签署防卫装备合作研究协定，声称旨在抗衡中国和朝鲜等推进开发的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型武器。布林肯称，新协定将使两国更容易合作应对新的防御威胁，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和以太空为基地的战斗力。美方希望在战略领域维持对其他国家的一个绝对的优势，而中国和俄罗斯，然后等等国家都在开发，包括美国自己也在开发这个高超音速武器。他希望尽可能多的去和其他国家合作，比如说在反导领域，就曾经和美国合作有比较高技术的这个日本。因此，它这个应对高超音速武器和这个从太空的强化太空作战能力，其实是一体两面的。美国为渲染中国威胁，持续炒作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上的发展，担心美国在这一领域落后于中国。周四，朝鲜证实此前一天发射的是高超音速导弹，精准击中700公里外目标，是自去年9月以来朝鲜第2次声称发射了高超音速导弹。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美日2+2会谈前一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视频会晤，并签署一份历史性防务安全合作协议。日澳首脑会谈联合声明同样对南海、新疆、台湾等一系列涉华问题说三道四，赤裸裸干涉中国内政，并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就是美国调整在印太的部署，实际上主要是调整这个和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强化和这两个国家的一个军事合作。所以说，日本和澳大利亚既然是美国的盟国，而且都是同一地区的一个重要盟国那么强化日美澳三边的这种合作，甚至把澳大利亚也加入日本盟国的这样一个行列，对于日本或者美国而言，它就是必不可少的然后未来的话，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军事合作肯定会进一步的深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五回应表示，我们对美日澳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编造虚假信息抹黑中国、破坏地区国家团结互信的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就此向有关国家提出了严正交涉。汪文斌强调，美日澳嘴上说自由、开放、包容，实际上却在拉帮结伙，搞针对他国的小圈子，炫耀武力，进行军事恫吓，这同地区和平发展的潮流完全背道而驰，也与他们自己声称的反对威压胁迫自相矛盾。美日澳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切实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计划，停止推进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事故污染水，停止否认和美化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借渲染炒作周边局势，谋求军事大国地位，停止挑动地区国家分裂对抗，要做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建设者，而不是散布谎言、设置障碍的麻烦制造者。
针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3个国家近期较为频繁的涉华动作，汪文斌今天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回应。我们注意到，汪文斌的评论大致分为3个层次。首先是强调中方在台湾、涉海、涉疆、涉港问题上一贯明确的立场。接着，汪文斌点出了美日澳近期举措的实质，也就是拉帮结伙搞针对他国的小圈子。最后，中方也主动发声，敦促这3个国家切实履行其国际责任。汪文斌是连提了4个停止，可以说更为具体的将这3个国家应该纠正的错误摆在了他们面前。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周四在参加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的线上活动时谈到中美关系。他宣称，未来中美关系将压倒性的被竞争所支配，但也提及合作，认为两国必须在一个领域合作，即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不过，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坎贝尔还是不忘扯上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并强调所谓盟友支持。他声称，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得到了盟友的支持，这是与特朗普政府最大的不同。美国的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说它的一种虚伪或者说矛盾，也就是说，希望你和我合作的你就跟我合作，但这种合作不会影响到我在其他方面去打压你，遏制你。然后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全面的竞争。关于中美关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上周四在接受央媒采访时阐明了中方立场主张。王毅表示，同过去几年相比，2021年的中美关系确实出现一些变化。面对中方坚定维权反霸，美方意识到想以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中国做出退让，不但不可能，最终还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看到美国领导人和一些高官相继表示，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但我们同时又看到，在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美方仍在不断挑起新的事端，继续对两国关系造成伤害和破坏，这是典型的言行不一，让人们对美国的信用产生严重质疑。美国国会山骚乱1周年，民主党政府高调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总统拜登发表讲话，罕见地抨击他的前任特朗普，并指出美国民主彻底地受到了攻击。拜登宣称要弥合美国社会的撕裂，但共和党人则指责民主党人为了达到选举目的，不断利用暴乱事件的后果撕裂美国社会来套取选票。国会山骚乱1年之后，美国民主灯塔的灯光依然暗淡，不断加深两党的对立仍未消停，政治恶斗让美国社会的防疫和经济都付出沉重代价。拜登还指责特朗普在事后拒不承认选举结果，仍大肆宣扬有关大规模舞弊的言论，有违法治精神，可能破坏未来的选举。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s created and spread a web of lies about the 2020 election. He's done so because he values power over principle, because he sees his own interest as more important than his country's interest, than America's interest. 特朗普则在第一时间发表书面声明回击称，拜登作为一名民主党人，试图利用特朗普之名进一步分裂美国。这种政治伎俩只是在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而已。美国人将看穿拜登的谎言和分化之举。尽管特朗普的确是打开国会山骚乱潘多拉盒子的罪魁祸首，但美国舆论对拜登猛烈攻击特朗普感到诧异，因为拜登上任至今一直避免在公开场合谈论前任，一直高谈阔论要弥合撕裂的美国。分析指出，拜登的做法源于今年中期选举的压力。调查数据显示，民主党极有可能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遭遇惨败。根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拜登入主白宫将满1年之际，支持率只剩下44%，跌至新低。此外，70%受访者认为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美国新闻周刊称，拜登高开低走，在上任头几个月里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但由于愈演愈烈的新冠疫情、阿富汗的狼狈撤军、高喊美国回来了却在国际上日益败坏的信誉，都让拜登的支持率从去年8月底以来一直处于颓势。因此，利用1月6号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对特朗普进行猛烈拉踩，以此提升民主党政府的形象，是拜登挽救岌岌可危民意的背水一战。虽然拜登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团结者，他希望能够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和他的这个言行，能够进一步弥合美国的国内分歧。但是1年来的他的执政来看，就是拜登政府的重大的国内政策议程，比如说移民问题、选举权改革、社会福利改革，包括气候变化议程，在国会因为
这个共和党的反对了而搁浅。那所以说，从他执政近1年的这个效果来看，他并未能弥合美国国内的政治分歧。美联社认为，拜登在国会山骚乱1周年发表的犀利讲话和共和党人的冷漠态度，则再次凸显两党决裂的事实。尽管拜登宣称将捍卫美国和美国的民主，但这场美式民主危机不仅没有过去，还在不断加深两党的对立，成为彼此政治斗争的资源。根据今日美国和萨福克大学近日的一项联合民调，时至今日，仍有近60%共和党受访者认为拜登并非合法当选的总统。美国前总统卡特周三在《纽约时报》发文警告，我们的国家正在不断扩大的深渊边缘摇摇欲坠，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将会面临发生内战和失去宝贵民主的真正风险。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周四也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当今美国最大的一个弱点是它内部已4分5裂。国会山骚乱不仅对美国国内造成了影响，还标志着美国全球实力和影响力的衰退。文章提到，2021年1月6号之前，外界认为类似事件只会发生在一些民主制度不牢固的国家中，美国会对这些国家指手画脚进行谴责。但现在这样的事件出现在了美国，让其他国家无法相信美国可以维护一个良好的民主实践模式。美国的民主政治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的尖锐这个对立，党尊激化，导致这个民主党的选民和共和党选民之间也尖锐的这个对立，民主政治演变成这个街头暴力。那所以说，从它的这个运行角度来看，这个民主政治导致它的这个政治运行的这个僵局，它不能够给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治理上面的实惠。所以说，民主政治因为党尊激化和民主和共和两党选民之间的矛盾演变成一种这个政治治理的僵局。美方需要做的是放下傲慢和偏见，摒弃自私和霸道，正视自身的民主赤字，尊重各国探索和发展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道路的权利，纠正强行对外移植美式民主的错误做法，停止打着民主旗号在世界上制造分裂和对抗的危险行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您觉得拜登总统为什么会趁着美国国会大厦发生骚乱1周年的机会重翻旧账，猛烈抨击前总统特朗普呢？我认为拜登这样做的确是有其出于公心的一面，因为去年发生的美国国会大厦暴力骚乱事件背后的原因是深层次的。假如这个问题得不到彻底的厘清与解决，那就不仅涉及到所谓的历史公正问题，更是事关未来美国的发展问题，涉及到接下来的美国会不会发生更为严重的暴乱事件，甚至是会不会走向分裂并从此一蹶不振的问题。大家知道，过去几年来一直在美国上演的这场支持特朗普还是支持拜登，支持共和党还是支持民主党的斗争，不仅把美国血淋淋地撕裂成了两半，被号称为全球样板的民主制度轰然坍塌。不仅如此，美国国内的这一深层次矛盾还冲击到了美国这些年来在国际上建立的威望与号召力，还有美国所建立的同盟体系以及2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如拜登在演讲中所提到的那样，不仅俄罗斯与中国认为美国是民主已经时日无多，即将走向衰亡，更为关键的是，当拜登过去1年来声嘶力竭号召盟友归队，共同对抗中国的时候，真正的响应者可谓是少之又少。也就是说，美国社会的撕裂已经让拜登政府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层面都出现了寸步难行的情况。这个也就意味着，无论是拜登还是民主党都不能掩耳盗铃，假装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甚至是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他们必须要从源头上去正视与解决这个问题。您刚刚提到拜登重翻国会大厦暴乱1周年事件的旧账，猛烈攻击特朗普，有其出于公心的一面，那么背后有没有出于私心的一面？这就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与下一任总统大选选战的一部分。拜登这次高调发声向特朗普开炮，意味着这2场选战已经提前开火。我认为这一段时间以来，让拜登与民主党感到最为窝火的，不仅仅是特朗普在去年污蔑他通过逼劣手段窃取了选举的胜利果实，
更为关键的是，事隔1年之后，虽然特朗普阵营至今没有拿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虽然美国各州重新点票的结果以及美国司法系统的裁决结果已经还了拜登与民主党一个公道，但是至今为止，仍然有高达70%的共和党支持者坚持认为拜登与民主党窃取了特朗普的总统宝座。假如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不仅拜登与民主党将会一直背着这个历史黑锅，而且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即使拜登与民主党再度赢了，也会被污蔑为赢得不正当。我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才会主动对特朗普发起攻势，其目的是要重新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并把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理清楚。除此之外，我认为过去1年来，拜登在内政外交上不仅乏善可陈，而且留下了不少污点，包括在阿富汗的狼狈撤军、控制新冠疫情不力，并因此导致民调大幅下跌等等，也是拜登再度主动单挑特朗普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拜登与民主党要通过挑起内部政治斗争，来掩盖其在内政治理、外交事务上的糟糕表现。那在您看来，拜登通过翻美国国会大厦旧账的方式来攻击特朗普，最终能够达到其打赢中期选举与2024年总统大选选战的目的吗？我认为拜登在美国国会大厦发生暴力骚乱事件1周年的时候的这样一个讲话，无疑既是向特朗普与共和党下发了一封证书，也就是一篇讨伐特朗普的政治宣言。其目的是要在政治上为特朗普做一个定性，搞脏搞臭特朗普，让多数美国选民和政治捐款人跟特朗普保持距离，以此来削弱他未来的影响力。当然，拜登这样做并不能真正阻止特朗普参选，因此我认为接下来拜登与民主党还有更为厉害的夺命杀手锏。这个夺命杀手锏就是从司法层面追究特朗普的罪行，并以此来阻止其参选。美国司法部有可能会指控特朗普犯有参与及策划叛乱罪，而根据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规定，任何参与叛乱、反抗美国政府的人员将不得担任公职。对于拜登政府与民主党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仍然难以预料。假如操作不慎，这一周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惹怒特朗普的支持者，以及激发共和党的斗志。它不仅会让美国在万劫不复的撕裂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而且有可能让拜登与民主党丢掉执政权与国会的控制权。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据国家卫健委通报，周四全国除港澳台地区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4例，其中本土病例116例，分别在陕西、河南和浙江3省。尤其在本轮疫情的中心西安，此轮疫情拐点已经出现。针对近日西安市多起群众反映的看病就医难突出问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周四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医疗服务保障工作，深入了解情况，查找问题症结，研究完善政策措施。孙春兰指出，发生群众反映的看病就医难突出问题十分痛心，深感愧疚，暴露出防控工作存在不严不实的问题，教训深刻。疫情防控本身是为了人民的健康，为了护佑每一个生命，医疗机构的首要职责是提供医疗服务，因此防疫期间绝不能以任何借口将患者一拒了之。针对120电话打不通问题，已派督查人员深入了解情况，采取综合措施，增加工作力量，确保患者诉求能得到及时回应和解决。周五，西安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各类人员就医流程的通知，明确工作职责，引导患者合理就医，要求不得以查验核酸证明作为进出小区就医、转送病人和接诊的限制，并针对不同人员优化了诊疗流程。接诊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患者到达接诊医院后，凡无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的，同步采集核酸后即可正常就诊。在周五的疫情防控发布会上，西安市卫健委副主任张波就防控期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向西安全体市民道歉。这也是西安市卫健委2天里第2次道歉。由于本轮疫情来势凶猛，
而我市是一个1000万级人口的城市，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看病难、就医难的突出问题。由于没有考虑周全，没有提供充足的好的医疗保障服务，没有能够处理好疫情防控和群众看病就医需求的矛盾，在此我们深感愧疚，向全市人民致歉。而河南出现多点散发疫情，郑州与许昌是当前河南疫情传播的2个主要中心。周四起开始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截至周五上午8时，郑州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2例，均为轻型和普通型，患者病情平稳。目前郑州有中风险地区2个，封控区16个，管控区5个，防范区3个。郑州已经倡议非必要不离郑。而针对防控期间各类人员，郑州也做好了流程上的规范，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周五，深圳在对重点行业从业人员定期核酸检测时，发现2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相关部门已全面核查2名病例14天内在深的活动轨迹。截至目前，已追踪到密接者58人，次密接者65人，均已按要求管控。采集环境样本107份进行检测，其中2人的住家样本有7份初筛呈阳性。发生阳性个案后，我市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调集精干力量开展疫情处置，第一时间科学精准、规范有序开展治疗、隔离、管控、流调、消杀等各项工作，力争以最快速度、最短时间稳控住疫情局势，将影响降到最小。深圳疫情防控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目前，龙岗区初步判定了27个重点场所，已经全部进行管控，并及时完成消杀。划定了2个封控区，全区连夜设立了255个核酸检测的采样点。截至到周五下午4点，累计采样90万人次。北京2022年冬奥会已进入1个月倒计时。对于赛前中国部分地区出现的疫情，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非常有信心，根据当前世卫组织获取的信息，北京冬奥组委制定的防控措施非常严格有力。基于此，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期间不会增加疫情进一步传播的风险。”他表示，中国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面向运动员等发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世卫组织将对此继续进行评估。周五，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些严格有力的防控举措将最大限度地保护运动员及相关利益方的健康安全，确保北京冬奥会安全如期举办。现在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们有信心、有决心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与香港第7届立法会部分议员进行会面，并提出5点希望。参与会面的香港工联会副会长麦美娟议员在接受深圳卫视驻港记者专访时表示，这5点希望给香港议员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他服务香港市民的宗旨。20多年来，接地气的初心始终不变。欢迎回来。周三，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深圳与香港第7届立法会部分议员进行会面，并对新一届议员提出5点希望，包括希望全体议员做坚定的爱国者，做行政主导的体制维护者，做真正的民意代言人，做高素质的管制者，以及做立法会新风貌的开创者。成功连任议员的香港工联会副会长麦美娟当天作为议员代表参与了会见。周五，他在接受深圳卫视驻港记者专访时就表示，这5点希望给自己指明了新的努力方向。拥有20多年议员经历的麦美娟会继续秉着她的初心和使命，在新一届立法会中携手同柴，为香港办实事。外界注意到，中央领导会见新一届特区立法会议员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参与会见的议员普遍认为，这表达了爱国者治港新时代下中央对立法会议员的期待。谈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对新一届议员提出的5点希望，麦美娟认為相關內容提綱挈領，特別是明確了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的限制身份。我哋都係香港嘅立法會議員，但更加係咧
國家裏邊呢個地方嘅立法機關嘅議員，我哋係有一個國家嘅國民嘅身份，嗰個憲制嘅身份呢，好清楚咁樣呢係表述出嚟。本周一，香港特区第7屆立法會議員舉行了宣誓儀式。麥美娟當天在社交媒體發表感想，題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引發香港輿論關注。那您能跟我們分享一下您的初心和使命是什麼？和夏主席說的這5點希望有哪些共同之處呢？我好記得，當我啱啱做到區議員嘅時候咧，一個工會嘅前輩嚟啦，喺我哋工聯會裏邊服務咗好耐嘅一個前輩，佢就提醒咗我一句説話，我到而家都仲記得嘅，就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我哋做議員其實能夠去到呢個崗位，就係因為有群眾嘅支持，所以我哋做嘅工作呢，係唔能夠辜負群眾，即係唔能夠辜負市民對我哋嘅期望嘅。呢個係我自己一個從政以嚟呢20幾30年呢都係記住嘅呢一句説話。那您一直是以這個應盡敢言著稱的，那您這次進入立法會之後呢，將如何來繼續監督政府？還有您是如何理解夏主席說的這個相互制約，重在配合？我哋得到呢個選舉結果呢，其實係市民嘅選擇，亦都呢，我相信市民係會繼續監督佢哋投咗票嘅議員，究竟佢哋嘅工作係點？我哋作為立法會議員呢，唔能夠盲目咁樣呢去一味呢係唱好。我哋除咗係一個立法嘅作用啦，亦都呢係要監督政府嘅施政。而我哋更加希望嘅呢，就係令到特區政府呢，唔係就係靠我哋去了解民意，佢哋自己都要去了解民意。點樣係令到呢個特區政府係變得更加貼地呢？其實係好重要。麥美娟表示，完善選舉制度後，新一屆立法會也會對管制團隊提出新的要求，其中重要一點便是以身作則，嚴格履行公務職責。咁所以我覺得咧，特區政府嘅官員咧更加以身作則，佢哋喺自己履行自己公務職責嘅時候，要確保外防輸入不存漏洞，確保所有嘅防疫措施係做到位，而個人呢，亦都要做好一個榜樣。鼓勵我哋市民一齊咧去抗疫，特別喺當而家社會出現抗疫疲勞嘅時候，官員更加要起一個帶頭嘅作用。1993年，22歲剛大學畢業3個月的麥美娟就成為了香港葵青區議員，成為當時香港最年輕的議員。2012年的第5屆香港特區立法會選舉中，麥美娟首次當選並一直連任至今。談及此次立法會選舉，麥美娟也向深圳衛視駐港記者分享了諸多觀感。他強調，整個參選過程非常珍貴，體現了完善選舉制度後健康良性的競爭環境。他期待在新一屆立法會中，團結來自不同界別議員的力量，為香港辦實事。因為我相信呢，今次嗰個議會呢，會有一個比以往最唔同嘅特點呢，就係所有嘅議員呢，入到議會都係為香港好嘅，想為香港做實事嘅。我相信喺呢個共同嘅目標底下呢，我哋可以做得更好咯。關注香港自身發展之餘，麥美娟也將目光投向內地。她從2018年開始用微博，現在已經有90多萬粉絲。上面不僅有她對香港發展的思考，還會分享日常生活。同時，她也關注內地新聞，與內地網民互動。到2019年呢，大家知道黑暴啦嘅微博咧，喺嗰段時間呢，對我嚟講呢，係發揮咗好重要嘅作用，因為透過微博，我可以接觸到內地嘅市民、內地嘅人民。佢哋喺微博上邊係一路有一啲鼓勵啦，係俾到我正能量。同內地網民個互動啦，我覺得透過佢哋嘅一啲嘅經驗嘅分享呢，對於我咧去了解內地嘅情況咧係好有幫助。咁我好期待咧，我通關之後就可以去到咧，我喺微博上面睇到嘅一啲唔同嘅城市。我覺得呢個咧係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經驗，亦都真係一個咧俾到我好多正能量。